6月初的台北，悶熱的像是一個巨大的蒸籠，柏油路面在正午烈日的曝曬下，隱隱約約浮現出陣陣上升的熱氣，彷彿連空氣都產生了扭曲。闕恆遠拉了拉脖子上的深藍色領帶，將襯衫的第一顆紐扣解開，卻依然無法阻擋那股從腳底一路蔓延上來的浮躁感。身為科技公司的專案主管，他每天的生活幾乎都被無止境的開會、沒完沒了的客戶抱怨以及永遠改不完的專案報告給填滿。今天下午，他本該坐在辦公室裡，對着那份被推薦了3次的季度營運規劃書抱頭痛哭，但他實在是受夠了。當手機在桌面上瘋狂震動，顯示出母親第10次撥來的催促電話時，他終於下定決心，抓起車鑰匙和西裝外套，借口要去拜訪客戶，直接喬班溜出了公司。逼迫他喬班的原因不只是工作，還有那一場被母親用斷絕母子關係硬逼出來的相親。相親的地點選在信義區一家極具質感的隱秘咖啡廳，店內冷氣開得很足，悠揚的古典鋼琴音樂在空氣中流淌，隔絕了外面將近36度的高溫。闕恆遠走到靠窗的預約席坐下，點了一杯去冰的冰美式咖啡。他將身子陷進柔軟的皮革沙發裡，揉了揉有些發酸的太陽穴，心裡只盤算着等一下要用什麼借口才能在15分鐘內結束這場無聊的鬧劇。相親這種事對他來說簡直是浪費生命，媒人嘴裡的那些溫柔體貼、知書達理，在現實中往往都是一場包裝過度的行銷騙局罷了。正當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試圖用咖啡因來驅散熬夜加班的疲憊時，咖啡廳那扇厚重的木質大門被輕輕推開，一陣伴隨着淡淡高定香水味的微風悄然拂過，打破了原本安靜的氛圍。走進來的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女性，她留着一頭利落的黑色齐耳短髮，髮尾帶着一絲極其自然的微捲，恰到好處地修飾着她那張精致的無可挑剔的鵝蛋臉。她的五官深邃而立體，雙唇不點珠，那一雙清冷如水的眼眸在店內掃視了一圈，最後精準地落在了闕恆遠所在的角落。她身上穿着一件剪裁極其合身的白色高腰西裝褲，搭配一件絲綢質地的深色襯衫，腳踩着一雙黑色細高跟鞋，整個人散發出一股高不可攀、充滿壓迫感的職場女強人氣場。闕恆遠在看清來人的那一瞬間，嘴裡的冰美式差點直接噴了出來。他整個人僵硬在座位上，雙眼瞪得極大，心臟在胸腔裡瘋狂地撞擊着。這張臉他太熟悉了，每天早上的晨會上，這張臉都會坐在會議室的最上手，用最冰冷的語氣挑剔着他交上去的每一個字。伊寧雪，他所待的那家科技公司的最高執行長，也就是他的頂頭大老闆。伊寧雪踩着好聽的鞋跟節奏，不緊不慢地走到了桌邊，他的目光居高臨下地打量着闕恆遠，那雙精致的眉毛微微挑起，眼中閃過一絲錯愕，但隨即被一層寒霜所取代。他伸出修長的手指，輕輕敲了敲桌面，聲音清冷的沒有絲毫溫度：“闕恆遠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”伊寧雪的聲音不大，卻帶着不容置疑的威嚴：“我記得2個小時前，我才在會議室裡告訴你，今天下班前如果沒看到第4版的季度報告，你這個月的績效獎金就不用拿了。你現在身為部門主管，卻在上班時間坐在這裡喝冰美式。”闕恆遠此時恨不得地上能裂開一條縫讓自己鑽進去。他乾笑了2聲，下意識的想要站起身拿外套逃跑。那個，伊總，好巧啊，沒想到在這邊遇到您。我是出來拜訪客戶的。對，就是這樣。客戶臨時改了時間。既然您有事，那我就先回去改報告了。您慢慢用。然而，他才剛移動了一下腳步，伊寧雪卻已經快一步伸出手，一把扣住了他的手腕。那只手有些冰涼，但力道卻出奇的大，壓迫感十足。等等，伊寧雪微微眯起那雙漂亮的鳳眼，另一只手從精致的皮革包包裡抽出一張相親字條，對照了一下桌上的號碼，再看了看闕恆遠那張寫滿心虛的臉孔。媒人說的那個28歲，身高181，還在科技業擔任高薪主管，性格成熟穩重的闕先生，指的該不會就是你吧？闕恆遠的身體徹底僵住，他有些絕望地看着伊寧雪，最後只能無奈地坐回沙發上，像是個等待判刑的犯人。伊總，
我也沒想到，我媽說的那個溫柔體貼、賢良淑德，在家相夫教子的相親對象，竟然會是您。伊寧雪冷笑了一聲，優雅地坐到對面的椅子坐了下來。她將包包放在一旁，雙手交疊在膝蓋上，整個人靠向椅背，用一種審視合約的目光看着他。很好，既然都來了，那就把相親流程都走完吧。我也很好奇，我底下的高薪主管私底下到底是怎麼對着媒人吹噓自己的。伊總，我這不叫吹噓，這叫適度包裝。闕恆遠試圖為自己爭取一點面子，而且媒人對您的形容詞顯然跟現實有着極大的出入。溫柔體貼、賢良淑德，這8個字裡面有哪一個字跟每天在公司扣員工薪水、退專案報告的伊總能扯上關係？這叫職場管理。闕主管，伊寧雪語氣平靜，但字字如刀。如果你的報告能寫得跟你的臉一樣好看，我自然會對你溫柔體貼。只可惜，你交上來的東西，往往比外面的天氣還要讓人暴躁。還有，媒人說你是高薪主管，以你目前的考核進度，下個月如果專案再延期，你的薪水可能連這家咖啡廳的低消都有點困難。論起口角，闕恆遠在商場上雖然算能言善道，但在這位從小接受精英教育，在商場上雷厲風行的女總裁面前，卻根本占不到半點便宜。整場相親不到半個小時，闕恆遠幾乎被全面壓制。他引以為傲的冷靜與辯才，在伊寧雪那條理分明、字字誅心的攻勢下潰不成軍。最後，他只能悶着頭，一口氣將杯子裡剩下的苦澀咖啡全喝了下去。伊寧雪抬起手腕，看了看那只精致的卡地亞手錶，隨後站起身來。他居高臨下的看着一臉慘敗的闕恆遠，嘴角勾起一抹極淡、帶着一絲勝利意味的弧度。相親流程結束，我的評價是不及格。伊寧雪一邊整理着西裝外套的衣角，一邊用公事公辦的語氣說道：“現在是下午3點半，闕主管，從這裡回公司開車大約20分鐘。我要求你立刻回辦公室，把我提到的那幾個數據重新修正。今晚8點前，我要在我的信箱裡看到完整的第5版報告。如果遲到1分鐘，明天人事部就會收到你的扣薪懲處單。聽懂了嗎？”看着伊寧雪那高傲且毫不留情的背影消失在咖啡廳門口，闕恆遠憤恨地朝着空氣揮了下拳頭。這算什麼相親？這根本是把辦公室搬到了咖啡廳，順便給了他一記精神上的重錘。正當他滿肚子怨氣準備去結賬時，口袋裡的手機再度瘋狂地響了起來，熒幕上顯示着“母親”2個字。他深吸了一口氣，無奈地按下接聽鍵。喂，媽，恆遠啊，怎麼樣？見到人家伊小姐了嗎？電話那頭傳來母親急切且尖銳的聲音。我可告訴你，伊小姐可是大企業的千金，自己還開公司，長得又漂亮。你要是敢，我想辦法搞砸了，或是像以前一樣把人家氣走，你試試看。闕恆遠揉着太陽穴，無精打采地回答：“媽，我們見過了，但我們真的不合適。人家是高高在上的大總裁，我只是個領薪水的，這飯吃不下去，我不聽你這些借口。”母親的語氣瞬間變得嚴厲無比，帶着不容置疑的威脅。我把話放在這裡，這次的相親要是因為你的態度而失敗，讓人家伊小姐對你有意見，我明天就讓你爸把你的信用卡全部停掉，每個月給你的生活資金也1毛都不會再匯。你老大不小了，要是連個像樣的對象都帶不回来，就給我回老家去種地。聽着電話被粗暴的掛斷，聽筒裡傳來的嘟嘟聲，闕恆遠整個人徹底傻眼。信用卡被停，生活資金被斷。他看着自己皮夾裡那幾張卡，再想想剛才伊寧雪那冷酷的眼神，他突然覺得自己的未來一片黑暗。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全都是那個高高在上的伊寧雪。第二天早上，台北的天氣依然悶熱，但空氣中卻多了一股黏膩的濕氣，那是暴雨將至的前兆。因為昨晚熬夜修改那份該死的季度報告，直到凌晨4點，闕恆遠理所當然的睡過頭了。當他再次頂着一雙黑眼圈，
滿頭大汗地衝進公司大門時，打卡鐘上的時間清清楚楚地顯示住9點15分。他遲到了整整15分鐘。闕主管，早啊！一陣熟悉的、清冷的女聲從前台方向傳來。伊寧雪正站在那裡與秘書交代事情，手中端着一杯剛泡好的熱美式。她轉過身，那雙好看的鳳眼淡淡的掃過闕恆遠凌亂的頭髮與有些發皺的襯衫。伊總，早！闕恆遠硬着頭皮打招呼，試圖放慢腳步溜進辦公區。不早了。伊寧雪踩着高跟鞋走到他面前，將手中的咖啡杯放下，語氣不帶任何感情。身為專案部門的主管，自己帶頭遲到，這對底下的員工是個極壞的示範。根據公司員工守則第14條，主管級別無故遲到超過10分鐘，扣除當月全勤獎金，並依比例扣除當日薪資。另外，你昨晚交上來的報告，雖然數據改了，但排版還是有問題，加上你今天的遲到行為，我認為你的工作態度需要反省，因此本月的績效獎金扣除30%。伊總，我昨晚是為了改您的報告才熬夜到4點的。闕恆遠終於忍不住反駁，聲音裡帶着一絲委屈與憤怒。那是你效率的問題，不是你遲到的理由。伊寧雪冷冷地丟下這句話，轉身走進了專屬電梯，留下闕恆遠一個人在大廳裡，迎着其他員工同情的目光，氣得渾身發抖。